好，观众朋友们，持续带大家的关注哦，因为在这个跨年之前的3天哦，就是从礼拜1到礼拜3，中国大陆这边哦举行了围台军演哦，总共是3天的时间。好，我们也看到了赖总统在昨天元旦谈话也有特别讲到了一些这个目前的政局情势等等的。好，那中国大陆这边哦，国台办哦也批评了赖总统。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也就赖总统的元旦谈话有做相关的回应。他说赖清德啊是再度兜售了台独分裂的谬论。是煽动两岸对立来对抗，是战争的煽动者。好，还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譬喻赖总统。好，不过呢，也有看到中国大陆这边有说嘛，有数十国都是支持围台军演的。好，这也让我方的外交部啊是特别的不满啊，也发了声明说啊，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军演，这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哦，也严重的影响到区域安全。任何护从中国挑衅行动哦，都属于为虎作伥。好，所以这是我们外交部哦跟对岸哦一来一回的这样子的讨论。那但是啊，大家就很好奇说啊，这个美国国务院啊有没有来进行讨论？好，因为我们看到第一时间川普讲说 nothing to worry。好，确实这个国务院哦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才发布了声明，他们说啊，中国此举哦是个不必要徒增紧张情势啊，要求北京停止对台军事施压。好，但是现在哦，整个台海的局势哦变得更复杂了。好，这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中美的一个试炼场呢？我们先看到啊，共军围台军演啊，在自由时报的报道里头啊，有一名美国的军事专家指出哦，他说，尽管共军的演习强度跟范围不断的扩大，但实际上啊，都是虚张声势而已哈，就只是在对内宣传跟对外恫吓。因为北京深知哦，一旦真正的开战，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将会高到无法承受。好，希望这名美国的军事专家讲的是真的哦，但是这样的论调真的符合目前的现实情况吗？好，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啊，围台军演动用了低成本的火箭炮，那就在测试消耗台湾防空能力哦，形成一个不对称的一个优势。好，这是军事观察人士所说，他说解放军在去年12月底在台湾周边进行的演习哦，就是正在测试如何透过成本低廉、可大量的使用火箭武器，就是要逐步消耗台湾的防空能力。好，那当然很多人哦，对于这一次的军演，其实很多的专家是蛮忧心的，就担心会有一触即发或是由演转战的一个可能性。好，那共军围台，川普很淡定哦，但是台不能笃定。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有讲过，白宫幕僚长威尔斯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川普有酒鬼的个性哦，从他莫名的自信就可见一斑。好，但是分析上面说啊，川普要日韩现在分析防御的责任，澳洲跟台湾哦，则是增加国防预算，要共同的吓阻共军攻台。所以换而言之呢，就是美国视为台湾为抗中的马前卒，那不是为了台湾的民主价值，而非同舟一命。那第一岛链破了，还有第二岛链，所以以川普的个性来说啊，恐怕会为国际留下更多的烂摊子，甚至会搞垮美国。好，我们看到赖总统之前的专访说，中国大陆实力不到。好，刚刚的美国军事专家说啊，这是虚张声势。但是我们就来看看人家中国大陆第一代的军武啊，可是接连亮相。先看到这是福建号，我们带大家来看画面哦，因为他们全体官兵送上了新年祝福，他们在甲板上排列出2026年一马当先的祝福。好，那当然这个气势要起来嘛，而且也要这个排列的相当的整齐。好，这个是相关画面。好，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哦，真的是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舰叫做楼底舰来啦。好，说海军的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又上新哦，这是作为中国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家族的一个新成员。好，它在雷达、武器系统、网络等方面都进行了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跟对海打击以及编队指挥的能力。
好，所以大家不断的看到中国大陆有不同的军武亮相哦，当然还是要自我的警惕。好，另外看到了9分钟就可以飞越这个海峡，这是什么呢？中国大陆的风飞航空自主研发的一个叫做凯瑞欧电动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好，它从中国大陆的海南省海口明珠岛起飞，只有9分钟的时间哦，就横跨了23公里的琼州海峡，顺利降落在广东的镇江的徐闻港。好，那这实现了中国大陆首例盾级无人这个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哦，横跨琼州海峡运输场景的一个验证。那中国新一代的主力战机也现身了吗？就说这个解放军的战机，一个叫做全新代号的文瑶出现了。好，这个呢排序跟过往的猛龙歼10还有威龙的歼20都是并列的，所以文瑶就被认为说有可能是超越歼20的新一代重型隐形战机，也就所谓的歼36。所以大家也都在思考说，哇，越来越多这个武器出现，那他们的名字当中也在透露的玄机。那以及逆中战机无所遁形，其实美军他们自己也有相关应的这个对应，他们是有接收一个最强型的神盾舰。好，这报道说美国的英格尔斯造船厂在29号已经将伯克级飞弹驱逐舰史蒂文斯号交付给美国海军。好，这是美军接收的第2艘第3版改良型的这个神盾驱逐舰，它的强大的雷达性能被视为未来高强度战场的生存能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第一岛链的局势很复杂、很紧张，但是中美的关系又想要和缓。好，这样矛盾的情绪当然现在很多人看国际局势是有点看不明白的。这个演习等于把犯台的各种方式做一个目录，是，它可以封锁，可以围台，可以登陆，可以拒止外来的。他们有好几种策略。他就好像我们看本书前面的大纲目录封台作战他有这能力，这个围台作战这个琼台或者是能源快速作战是那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演习里面又透露几个味道。以前蔡英文说没收你的中线，现在已经没收你的领海那这个问题就是说，等到美国川普这个很暧昧的态度在跟中美达成某些协议做什么交换 G2 各分一半，那台湾呢我就不插手了，不插手中国大陆就又可以好几种做法了。我就不要动兵，我就没收你的领海，我就封你的港，对不对？让你穷困，让你出口不出去，进口进不来，你去跟他谈，这是最廉价的一种方式。我跟你讲这种是一种长期的痛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快打就是他进火箭炮洗地嘛。我2年前就在不停的在呼吁，火箭炮对我威胁很大，不是什么高尖端武器，可是它量大管饱我的空军就没了，那没跑道嘛，空军可能飞机都一架一架都很完好，仗打完了还在机库里面出不来。所以这些问题这些发言人讲的都是虚应事故的，没有一句真话。有人吹中共没有犯台的能力，没有犯台能力你那么紧张干嘛，对不对？胡振东那个就是你赶快买武器，美国是不会出兵，这个姿态已经很清楚了嘛。那这个赖清德也顺势你看他的军演，所以我们要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大家这些政客都在利用这个，讲老实话，这个很紧张的局势各有各的算盘。但是有一点很危险的，就是说你赖清德这样一路走到黑，你总有一天会被人家用武力来统一，这就是台湾遭受最大的损失。你不是这些很多人是逞嘴巴一时之快，根本讲出来的话是没有道理的。你能瞒得过我们这些懂军事人看你每一个武器系统，每一个针对性的战法，针对台湾的短板人家设计的嘛？那我们现在拿不出一套，你到底是非对称作战，你拿什么东西非对称？你有什么非对称的武器，廉价的
管饱而可以消灭敌人，没有。那你要搞传统作战吧，你又嘴巴里想啊，我不搞那个。那买的武器又是传统作战，更滑稽的这个电战雷达可以看到歼20，你有没有办法证实呢？因为美国的逆中技术跟中国大陆逆中技术是不一样的。你这个电战雷达照美国的这个隐形战役，也许你看到一点点，那你试过没有？歼20你照到没有？所以而且交货的2032年。如果中共2027要动手的话，就没有了。我现在最担心的一点，开出来这么多武器清单，钱先收，东西不见得来，这是可能的一个趋势。F-16V 多久了？是，对不对？所以这些特别预算，你不管订购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到手，搞不好就被骗了嘛。那钱缴去还不来。高尖端的武器，美国怕被中共拿去逆向工程。对，去破解，所以这些问题真的要好好想想。所以最近在台湾也是纷纷扰扰。好，观众朋友，之前一轮曾在节目上说，我自己的观察认为，川普最大的心魔其实就是前任总统拜登。好，但是他现在跟拜登是不是越来越像呢？好，我们看到很多的场合哦，就连美国的媒体也就是狂拍啊，这川普常常打瞌睡呢吼，所以大家想说他的健康是不是也有一些状况呢吼？好，但是川普否认哦，任何有关他在公共场合打瞌睡的说法，他是说啊，我不是一个爱困的人吼，他说他看起来是在打瞌睡，但其实是放松片刻而已哦。他说我只是闭上眼睛，这对我来说很放松。好，但是因为川普年纪是真的比较大了，所以大家也都很关心哦，他身上的一举一动啊，像是发现啊，他左手。有 OK 呢吼，所以这个右手一直有 OK 的状况，而且又涂着这个厚厚的遮瑕霜，有时候还会有绷带。那脚踝看起来是有些肿胀哦，所以你看美国媒体看他看得非常的仔细哦。好，2025年12月29号，他跟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会面的时候，左手上面有淤青，就被媒体捕捉到了。好，白宫这边回应说啊，这川普手上的淤青是因为他跟许多人握手所导致，所以这是一个死亡之握嘛，所以这个握手可以让川普的这个手淤青那也是蛮用力的在握。好，那川普的健康受阻啊，他自己也有说每天都服用阿司匹林啊，说有助于稀释血液。好，说我不希望流过他心脏的是浓稠的血，他想要清澈的好血流过他的心脏。好，不过看到有2个人也在隔空互呛啊，主要就是这个乔治克隆尼啊，哇，这影帝啊，大家看了也是觉得很帅很开心。但是呢，克隆尼最近啊一家取得了法国的国籍。好，在川普得知之后，就发文酸他真的是好消息，说乔治跟艾默克隆尼，也就是他的太太，这2位史上最烂的政治预言家，已经正式成为了法国公民。可惜法国因为对移民问题处理的惨不忍睹，正面临了重大的犯罪问题。好，一轮就去查了一下，为什么他说他是最烂的政治预言家？原来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克隆尼是为拜登先募款，好，后来呢又要求拜登要退选，然后接着又转支持贺锦丽，结果后来民主党惨败，因此川普就笑克隆尼说，你根本就是最惨的预言家。好，那我们也看到乔治克隆尼的回呛啊，说他认识川普很久了，他的工作不是取悦美国总统，川普是假的电影演员2个人隔空开杠了。好，那我们看到他这个酸乔治克隆尼取得了法国国籍，就自己呢想要形塑一个像法国一样的东西吗？好，因为他说他在2个月之内要动工兴建美国凯旋门人家是法国凯旋门，他要建一个美国凯旋门，他说肯定很棒啦，大家都会喜欢。好，但问题是你做这么多这些富丽堂皇的东西，很多民众是吃不消他们自己生活上面的成本好，现在川普政府是有决定要推迟像是软质家具、厨房橱柜跟浴室柜的一个关税上调计划，还决定要推迟了。同时还决定大幅的降低原定将对进口意大利面征收的关税。好，所以有外媒分析说就是因为因应美国民众对物价上涨的不满，好，赶快做一些弭平的措施。好，但问题是，川普之前不是有曾经施压过这药厂说不能讲药价，
但是是不是也无视施压呢？因为我们看到路透报道说啊，美国的制药业者仍然是计划要调涨至少是350种品牌药品的物价。好，包含的是新冠疫苗、人类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带状疱疹的疫苗等等。好，那美国现在这个进入到2026了嘛，所以也说是走过惨淡的一年，所以他们2026年会有什么样好的经济吗？好，在美元经历过惨淡的2025年之后，在年底虽然出现了一些回稳的迹象，但是很多的投资人认为啊，随着全球经济成长回温，美国联准会会进一步宽松，所以美元在2026年仍然会重演走弱的格局。那我们要知道啊，川普接下来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就是选举中期选举逼近。好，美国难再打这个金属的关税牌所以这关税的政策已经转向了小幅调整，而非激进出手。但是对比中国大陆这边也是严格的管控白银的出口。好，那我们也看到这是商务部最新的公告，那这个会提升成为战略性原物料。管制力道等同稀土，那也会冲击到全球的供应链。好，那2025的这个金融市场赢家输家出列说股市、金属相当亮眼，但是美元跟油价相当的憔悴。那最后也看到的是，巴菲特正式退位了，所以呢，大家关心说啊，这个巴菲特在元旦正式交棒给波克夏的执行长。给亚伯结束了60年缔造6.1万倍报酬的传奇，所以大家也关心啊，股价短期承压这个长期仍被看好，在庞大现金跟巴菲特持续任董事长之下是稳健的发展。好，那我们也看到刚刚我说的这个川普打瞌睡大家认为他的健康有一些用。心脏科医生跟我讲过，这种服阿司匹林，也就是要像装支架的都会吃。对不对？防止血栓嘛。这个静脉是很麻烦的，人的血液打下去以后，要靠静脉把血打回心脏，所以他皮肤上淤青就是微血管的破裂水肿，这是标准的心脏病的象征。第二个，这个年纪人打瞌睡，我觉得情有可原。我比他还年轻的时候也打瞌睡。你碰到那个会议很枯燥、很无聊的时候，那不睡也难啊。但是他值得可虑的就是。一个人讲话应该思绪很清楚，今天这个主题怎么样铺展？如果说刚刚亮哥讲了一下换话题，一下换话题，代表他的思维的组织能力已经有问题了。就是说，一个是随性啊，我相信不是随性的。你今天发表演讲总是有主题的嘛，那换来换去就代表记忆力有问题，这个思维逻辑上他不能够做一个系统性的表达。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了。当然了，他这个年纪了也是正常现象啊。那乌龟笑鳖无尾，你笑拜登，现在你自己年纪也差不多了啦。但是他精神好在哪里啊？当那个场面来了，美国 Great Again 的时候所以克隆尼玛他也是一个演员嘛。还有他最喜欢那个跳舞，对不对？有人面对镜头就很兴奋。我在立法院看过很多这种人，对，平常没什么，一看到镜头来了，就人来疯了。台湾话叫七笑，对，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这种典型的，那酒鬼性格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有瘾的，他做这种事情有瘾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每次上台跳那个很难看的舞蹈这个他很兴奋，那个时候不会打瞌睡。不过他的体力是真的蛮好的，体力这个年纪算不错的。到亚洲这么多国家，他已经79岁了，飞来飞去的，所以没事还要回到海湖公园去打个高尔夫球，再回华盛顿。对，这个体力超人。对，所以川普很忙，不过他体力还算是不错。2025年算是个 AI 的元年那接下来 AI 是会改变整个世界局势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好，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这机器人的新日常。我们先看到的是京东拿下了宇树科技的大单，那他们的这个刘强东智慧机器人的布局野心很大，那就是京东将战略重点投向了这个 AI 的领域，那快速的展开布局。那这个品牌并不生产
整机，它主打的是自研大模型，所以就为机器人跟 AI 玩具提供了高互动的对话能力。那跟多家的业界大厂来进行合作。好，那我们看到它首间的机器人零售店也曝光了。好，它是在2025年的12月31号有一场北京正式开设了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好，那当然也看到这为消费者带来了首次面对面跟产品互动的体验。好，那我们要再关注到的就是深圳这里啊，因为机器人它可以跟警察一起来巡逻实验啊，这个场景运用的非常的生活化。好，这个一台人形机器人，大家有看到吗？这跟身穿制服的警察一起巡逻，就凸显出在中国的公安领域测试先进机器人的努力。好，这台机器人是由深圳的 Engine AI 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是其 T800 人形系列的一员。好，最近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实际的应用测试，那可能就会用在公安的场域。好，那当然被视为说中国大陆的机器人越来越强了。好，另外还有的就是这个电动车现在也看起来中美之间有在较劲。好，我们先看到就是马斯克因为他也算是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先驱啦自动驾驶狂热难掩这个销量的寒冬，因为随着投资者越来越相信马斯克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热情描绘，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以超过11%的股价涨幅结束了2025年，但是2025年的下半年大幅上涨，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马斯克大力的宣扬特斯拉在 AI 和机器人技术方面的进展，但要真正的打动汽车消费者，接下来才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所以很多人认为特斯拉在2026年这个考验绝对是更严峻的。好，那特斯拉现在有车主首度实现了全程自驾，而且它是横跨美国。好，我们看到这一位特斯拉的车主，他挑战坐在车里面，就是静静的看着电动车从美国的西海岸横跨开到了东海岸。好，全程不进行任何的干预让他成为史上第一个全程凭着自动驾驶技术横穿美国的人。好，这也让马斯克非常开心说酷一个字表达他的赞赏跟这个开心。好，不过这个美国的电动车跟中国的电动车又怎么相比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车企其实在欧洲真的很夯他们用卖爆了来形容成功逆袭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好，我们看到2025年11月，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车的市占率冲到12.8%，好，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混合动力车的领域更猛，份额直接突破到13%。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12月的成绩也很亮眼我们来看一些数据。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2025年的这个收官战报出炉说比亚迪以42.04万辆车的月销规模持续领跑。那小米汽车是首度突破了5万辆的大关。好，那鸿蒙、智行跟蔚来还有领跑等多家的品牌都刷新了单月的一个历史记录所以他们的电动车真的成绩一直在往上冲。那也有看到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别克致敬 L7主打是寒冬也不会掉电，那长途不会焦虑用大电池增程加上稳定自驾抢攻可靠又不折磨的家庭用车族。好，电动车主要这个核心就是电池嘛，所以电池对这个电动车来说就很重要，这也是消费者首选的这个目标之一。好，那美中的竞赛不止 AI 不止电动车，其实现在还进入到外太空啦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载人登月孟舟将首飞。中国大陆近年非常积极推动太空工程。好，那在今年将开展更多跟太空相关的计划，除了太空站的轮替之外，还有新一代载人的太空船叫做孟舟首飞，还发射了嫦娥7号月球探测器等等。好，那当然中国大陆这边也点名披星链说你挤占平轨资源曾2度危险的抵近中方的太空站。好，但是中国大陆航天2025年是狂射了90多次，那火箭的平均5天就可以升空。好，这真的是刷新了年度发射次数的记录。
好，我们来看到机器人的日常。好，这个中国大陆的应用相当的广泛，场景也相当。我在美国开过车子，是他那个 highway 从西岸一直开到东岸，中间只是应付收费站。本来就是啊，他没有什么考验嘛。无人驾驶有什么？我跟你讲，可是你在都市里开，尤其是摩托车、脚踏车，什么车不按交通规则，阻碍很多了。所以这个东西测试的标准不一样。第二个，我讲机器人，机器人主要是工厂里面做的是功能最大。你要模仿人啊，那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但是现在有几个人形机车已经有几个用途了。第一个，它陪着警察巡逻，它不怕挨子弹的，处理暴行啊什么的，它可以先上。第二个呢，邮包炸弹处理爆裂物也可以不伤人。第三个呢，消防队员他也不要呼吸，也不怕烟呛，高温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救人，这都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个刚刚讲了，这个要整并是对的，因为像上一次以前不是搞那个紫光集团搞那个半导体，出来一大堆，浪费很多钱。它整并以后，资本比较大就可以。第三个，比亚迪打的是什么东西啊？它不用大电池，它用一个小的发电机。开高速的时候，电池在走，走到电池快没电的时候，小发电机充电。这样的话你想小的发电机马达不要很复杂的，可是电池可以省下了，因为特斯拉那个车里面的电池很大，它容量很大，撞到又容易起火，所以中国改的路线把那个电池缩小一点，不太容易起火。然后呢，蓄电的时候就用小的，就有点像油电混合，但它不像台湾那个油电混合，它是完全充电给这个电池。所以你有你的这个拦路虎，我有我的过山桥嘛，都有办法。所以这个今天讲良心话，这个全世界就是经济上的一个大战啊。经济上大战呢，一个是靠高科技、靠金融，一个靠制造业，这两个拼是未来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斗争。他一直不断的呼喊，希望要见川普，一直没有能见着。而这一次呢，是在1月2号晚上，日本方面公开宣布，高市早苗已经跟川普通上了电话，这个谈话时间25分钟。那么高市早苗这边的透露是说，我们一致同意要进一步深化日美友好关系，包括经济还有安全方面哦。广泛的日美合作使今年成为日美同盟的新篇章。哇，新篇章感觉应该是很大的不同，很大的晋级吧。不过目前日方说是不是已经邀请高市早苗，川普邀请高市早苗访美是由日方宣布的。白宫还没有证实这个消息。那么日本外务省说，这趟访问会在春天，但现在春天还没有被证实了哦。但高市早苗显然至少现在跟川普通话之后，有没有定一点比较安定一点呢？在中国大陆日中稍微这个很紧张的这个关系里，这个议题没有讲，有没有谈？但川普的动作，我们来观察一下。见完高市早苗，通话高市早苗之后，马上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这一系列的外交互动，当然它也是公开所公布的，是不是让格外的引人瞩目？说川普的布局在其中，4月他要访中了，现在跟高市早苗的动作会到哪里呢？避免交恶吗？但中日之间的关系现在看起来是回不去的。但产经新闻被认为在日本的媒体取向里是极保守、最保守的这个天平里面的最极端，但他的报道却主张一件事情，让其他很多国家都感到了忧心哦。他主张面对来自周边国家日益升高的威胁，包括俄国、中国、美国等等的，任何保护国民的选项都不应该被排除在所谓的讨论之外。所以什么永和啊？是不是也应该要拿来保护日本的安全呢？那美方会同意吗？中美俄都反对的情况之下，却在鼓吹日本应该永和的言论，这值得关注哦。所以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幕僚长也特别发表新年谈话说，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包含来自中俄啊，马上1月1号有一系列的中俄联合的演习，他的特别强调说，我们持续的配备扩大我们的战略物资，包括了战
战斧巡弋飞弹的护卫鸟海舰，还有今年完成改装，马上有更多的测试，要维系区域和平，扮演关键角色。中日关系的紧张哦，除了是在军事的演习上面，也往民生方面去发展了。学者分析，现在的北京禁令里头，还是没有把最紧张，包括了撤回大使的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到这么狠、这么绝。但是他往这个经济方面来下手，例如北京制裁呢，往扇贝禁止扇贝的进口为这个理由，然后来全面禁止，然后呢也劝阻陆客到日本去旅游。那么学者认为，这样可以达到触怒日本，又不至于全面的撕裂外交关系，也守住了国内的经济底线。但是日本的这各种动作里面，在大陆的部分却引起蛮多的广泛的讨论，包括呢中共中央党校的机关学习时报还看了一篇哦，他说日本的各种渗透，包括足球队员呐，包括桌球队员呐，甚至文化产业面的几个人呐，在大陆却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的，去改写历史，用文化体育的活动来美化侵略历史，明明就是一个侵略的恶行，他们没有办法容忍，透过这些人变成了一个美化的结果，所以他们也现在正在对于这些人提出高度的警戒，还点名出来哦。那么习近平明天马上就要见的人是谁呢？李在明，这当然很受关注。南韩在刚刚办完 APEC 让他在国际舞台上很露脸之后呢，马上他到大陆去，准备要收到的大礼包很受关注。哇，中国大陆的游客赴南韩全部解禁，艺人到中国表演没问题，解除对韩华集团美国子公司的制裁等等的，甚至争取李在明要帮忙安排跟金正恩的见面哦，这个才是川普想要当的和平的推手跟促成者嘛。现在习近平在做了吗？而韩国李在明的动作很多，到大陆去还先接受了央视的访问，听听他怎么谈两岸的一中的这个关系。 다른 인민들을 학살한다든지 이런 일은 다시는 벌어지지 말아야 합니다. 그리고 인간은 실수를 반복하기 때문에 과거의 경험 속에서 교훈을 얻어야 합니다. 저는 한국과 중국이 침략에 대응해서 공동의 투쟁을 함께 했던 역사적 경험이 매우 중요하다고 생각합니다. 역사적 경험이라는 것도 매우 중요하지만 또 한편으로는 刚刚这部影片里面，还是强调韩中共同对抗日本的历史。不过，另外一段他讲的是，韩国始终尊重一个中国，在东北亚包括两岸的议题里面呢，都以维持周边的和平跟稳定才是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统一教从韩国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个议题里面发酵到了日本来，因为呢，这个统一教被称为邪教，但它的政治影响力非常的大，很多的金流。现在最新曝光的韩民族日报的报道里面揭露这里头的很大的金流支援了290名自民党的议员，哇，超乎想象。同时呢，在这个被曝光的名单里头，高达290人之外，还有32次这个文件提到高市早苗，也就是说，在统一教的部分，对高市早苗以及这些议员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将军，先来看看，现在一开春日中的关系还是难以和缓。当然，那个日本自己惹出了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很高调的一个说明。加上日本拼命在扩张它的军备，包含他把 Tomahawk 装到它的驱逐舰上，跟美国要求有核子生产的能力，那么惹出来周边所有国家对它的警惕。因为周边这些国家都被他殖民侵略过，所以高市早苗现在面临了很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国内很多反对他的言论也出来了。你搞什么核子武器啊？当初核子曾经是大家都同意防止这个核子扩散的。第二个呢，对中日之间造成的旅游的减少采购量的减少，海产不能卖出去，这些都会造成民生经济上的一种反弹。再加上制造这个危险呢，又加上日本的经济也不是很好，对美国要贡献这么多钱，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他内在的问题。在外交上碰到俄罗斯跟中国的2个军演，就造成他真正感觉到南北夹击的威胁。所以他为什么急的要去跟川普呢？去讨一个
保护的口谕啊，因为安全上他觉得不足，他的自信心是不足的。不足的话，他就需要川普给他一点加持。其实懂得大国博弈的话，川普这个高市早苗这个行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美国唯一在东北亚最有力可以运用的棋子就是日本嘛。现在目前只是隔于中美之间要大谈判的时候，美国不希望你搅局，所以你看川普不会表达什么特别挺高市早苗的言论。高市早苗因此就很急，他需要呢美国的加持呢来稳定他内部的问题，所以急急忙忙要春天就要去见，美国也没有明确的答应，而且美国马上召见驻华大使，大概要交代一些什么事情，因为美国现在全心全意啊，他认为将来世界上唯一能够跟他竞争对抗的就是中国。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没有核子战，只有经济战、科技战这些问题，所以他一定要在让美国的经济能够稳下来，他非常重视跟跟这个习近平的见面，所以这个时候是暂时冷冻一下日本的这个问题。那现在问题就是看出高市早苗因为缺乏信心呢，就搞你看，连美国同盟的韩国都表态要采取中立。你要知道，韩国的历史上千年是跟中国非常紧密的关系。大概我记得从康熙开始吧，很多皇帝的接班人都有娶韩国的妃子，而且还有中国历史上不敢写的那一段呢，我们可以从韩国的驻中国的大使里面拿到很多资料，可见中韩在历史上是有共同的这个关系。又有李在明又讲了反侵略，那反谁呀？反日本。二战，二战，韩国被殖民了，所以在这一方面，中国大陆借这个机会，正好从美国的帮派里面把韩国拉回来，那么给他很多好处，禁韩令取消了。韩国在东三省，包含华北，有很大的生意网哎。这个，所以李在明摆明了他是个务实派的总统，不像前面那个尹锡悦 American Great Again 那种搞那种一个劲儿讨好美国。那到底比起经济上的需求来讲，韩国少不了中国，所以他必须摆出中立。所以高市早苗就感觉到三面环敌，都不是友好的。俄罗斯、朝鲜、南韩、中国，对不对？他唯一能够亲他的就赖清德，但是又没有能力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高市早苗今天这个反应不意外。有通话就开心了哈，就有安全了嘛。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委内瑞拉呢今天遭到了空袭，这次的地点不再是海上，也不是再是边境，这次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卡拉卡斯，被说在凌晨开始传出连续陆续有至少7次的轰炸，那么还冒出了浓烟，美方甚至还有公开的宣言说，川普下令对委内瑞拉产生用目标攻击、发动攻击、境内的攻击之外，甚至扬言不排除发动地面部队的攻击，所以川普不是自称是和平的使者，要拿诺贝尔和平奖，全球是和平的促成者吗？对于一个手无寸铁，还是说真的没有太大的反击能力的委内瑞拉已经发动了攻击？那么，所以当外媒很多的宣布认为，五角大厦观察起来附近啊，最近啊订披萨叫披萨指数看起来，白宫啊，这个五角大厦啦附近又属于冬季假期，本来应该是披萨要降低的情况之下，却又有大量的订单，所以这个网站显示啊，处于1到5级，大概是处于4级的高度戒备状况，在做什么呢？显然就是如此。委内瑞拉川普下令攻击，所以当川普把所谓的国防部变成了不防备，它是战争部的时候，2026向全球展示什么呢？刚刚发了一个新闻，说2025盘整起来，川普已经对7个国家军事打击，包括了索马利亚、伊拉克、也门、伊朗、叙利亚、奈及利亚、委内瑞拉。那对于印太地区被形容反而是军事的部署相对的减弱，包括驻韩的美军传出来要裁撤这个部队，这一支部队呢驻韩
负责队呢，大概上个月已经被发现悄悄的解编。这里呢，本来是一个配备有阿帕奇直升机进驻南韩2020-22就在这里的，现在撤掉了吗？那美军呢要秀军力，在 S 上面继续秀第7舰队在南海这里航母的加油站，但显然川普现在的重心并不在这里。对委内瑞拉的用兵的攻击也有各种对内安抚的意味。其中2026年呢，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最大的对手，他认为现在是中国大陆的部分军力如何来盘整。2026年，大陆官媒已经透露，四川舰这样一艘大的这个舰艇再度的正式准备要成军。那么现在所有的海事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还央视特别预告，今年会有很多的新动作。包括了055大驱成军啊，这里的美军的航舰猎杀者有一个试验的这个场景画面被公布出来。这个画面是有一个能够把狙击狙杀航母的这个高音速飞弹呢，鹰击20试射的画面公布出来的时候，证明透过这个055大驱在上面可以用一个鹰击20非常精准的打击，可以打掉所有的对手的舰艇啊，这更是一个公开亮相之后被认为即将大规模生产影响的军力的部署。而解放军连射27枚火箭弹到台海，这一次的所谓的2025正义演习影响是什么？台湾人该如何看待？美国媒体是这样看的，他认为解放军透过这次远火部队已经看得出来，已经是全球最强参与演习的这种 PCL 的火箭炮系列呢，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简单来说，这次虽然设在台湾的近海或者是12海里到24海里之间，但其实以较低的成本，随时想要走远一点、打远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台湾随时都可以处在危险的边缘。来看看印度好了，因为在中国大陆先前93大阅兵引起了连川普都很关注，印度也有一个大阅兵游行，这次很特别，它的游行队伍里面不只有人有军队，还有2只双峰骆驼、4匹马、4只猛禽、10只印度军犬、6只现役的常规军犬，很特别。引起了大家好威风啊！印度的军队果然是返璞归真，跟现在的所有的 AI 无人机器人、机器狗完全成反比。那过去我们也没有忘记在印度阅兵的精彩画面啊，有这种像李唐华特技团的这种各种这个螺旋人肉金字塔8车合体的超狂招式。显然，印度在展示军力就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啊。将军，当我们看到了像美军委内瑞拉继续轰炸，然后美中在国防军纪的禁忌上面，对于台湾当然是非常的忧心。对印度是讲一句话，印度的军队将来都可以转业到太阳马戏团啊。下面讲这个委内瑞拉，听说还有1、2架这个 Chinook 的直升机，再加上轰炸，那是美国对马杜罗的一个斩首的行动，打你的首都。那下去，那这个Chinook的直升机是不是下去，我们还没办法查证。听说是这样，这样的话就代表他有陆战队的突击队员下去，地面部队要送去，那习惯性的可能就要抓你马杜罗。哇，那如果没有这个直升机，只是轰炸。第二个，你看美国号称是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2025年就打了7个国家，但是这7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色，没有一个是军事强国。那说明什么？欺善怕恶啊！你天天骂中国大陆，你打不打？你不敢打。你骂俄罗斯是你的一辈子的敌人，你打不打？不打。所以这个东西欺善怕恶的这个美国的心态，足足说明嘛，美国建国200年，只有16年没打仗，所以这个问题，美国驻韩撤军，撤这个 Apache 这个意思也很大。Apache 在波湾战争里面已经打出名气了，它是坦克车的克星。那这个撤出来是对韩国的军力是有减损的。那问题就是说，慢慢体会到，一旦中美要开战的话，美国驻亚洲的这些军事基地都可能遭遇到中国的攻击，所以他慢慢撤。上次已经从日本撤了5000个陆战队到关岛，这次韩国那边又在撤。但这个问题中国的
舰只啊多到什么程度？4000吨以上的中国的驱逐舰大区小区啊，有101条，而这些驱逐舰4000吨以上的都可以携带垂发的反舰飞弹。这个鹰击21是最新款的鹰击，它现在准备量产的话，美国在海里面的战力就可能有严重的问题，所以它航母一定会要避得远远的，因为遭受到鹰击的饱和攻击的话，一条航母就要死伤5000以上的官兵，所以美国已经没有像当年96飞弹危机2条航母就来解决一个危机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美国的海上霸权往年是称霸于4大洋7大海的这个势力，现在已经衰退，所以在海军来讲，东升西降的东西已经非常明显。所以美国，这不是我在那里唱衰，是美国自己国防报告的这个说明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你现在超高音速的飞弹的突破，让中国大陆只有600枚或到1000枚的核子弹头，已经可以跟美国的6000枚平衡了，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发动一个核子战争。那不打核子战争的传统战争，你要在台湾海峡或者是韩国、日本的话，你美国兵力远从美国本土到这边1万多公里，你没办法输送像样的武力，尤其是航母是以前常被管辖最有力的武器，现在已经被鹰击飞弹拒之的很远以外，加上中国大陆还把轰炸机带上鹰击的话，那打击的半径更长。所以从二岛链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本土，大概以后看不到美国航母能够进犯的任何一种可能。所以这个问题东升西降很明显。那美国现在是顾什么？顾它南美洲跟北美洲的安全，所以对付马杜罗下重手，因为它的后花园已经被中国开始在挖了，因为前开港也好，这个智利的港口也好，那么将来对美国来讲，它在南北美的这个孤立主义里面，已经被中国深深的影响，所以它必须要在委内瑞拉这边找回来，而且要无限制的支持纳坦雅胡对伊朗的攻击，那么他能掌握中东这些有钱的国家，这是美国的企图，现在干得很明白。亚洲这边放弃了，中东、南美他会加强。观众朋友，先跟您说声新年快乐，因为今天是2025年12月31号，马上就要跨入到2026年了。好，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平安、健康跟幸福。好，但是呢，在这2天哦，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呢，共军的围台军演啊，在昨天进行了实弹射击。好，我们也看到了，这已经登上了今日热榜的第1哦，说东部战区密集的发布消息，甚至百度热搜第1也是东部战区哦。那他这里头是讲开火，全部命中哦。那当然这个击杀的氛围非常的猛烈。好，但是呢，目前来看啊，因为中国大陆这边还没有说军演结束，所以这个军演没结束就成为了标题嘛。好，那中国大陆的官媒透露啊，继续组织相关的兵力，甚至还提到了斩首是演习的重点呢。那当然，这个斩首的意味哦，就蛮浓厚的，而且蛮严重的。那我们看到了王毅啊，他特别就中美关系也强调说啊，中国大陆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上面寸步不让。那针对台独势力不断的挑衅，还有美国大规模对台售武，当然要坚决反对，有力的来进行抵制。好，那解放军环台演习的第2天哦，我们也看到了火力是覆盖全岛。好，这个是对岸的新闻啊，他是认为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东部战区不是有发布了一些相关的画面吗？那这个现场影片啊，开展查证了识别、警告、驱离、模拟打击、这个夺控要港等演练哦，组织2栖攻击舰编队，还有驱护舰编队、无人机等兵力作战，那搭配着军舰开火、军机升空，还有火箭弹命中了多处海上目标等画面哦，都公布了在网络上头。
好，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国防大学教授啊，张弛他也特别说啊，这次实弹射击是演习的亮点。那有3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火力多样。第2个是目标多元，第3个是方位多向。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围起了台岛、台独分裂势力所有的能源设施，那主要的港口都在解放军火力网的覆盖。好，这是他针对这次环台军演、围台军演所做的分析说明。好，那我们也看到了东部战区确实他们有一张主题海报。好，这张海报叫做正义之马，所以就有一只马。好，但是这只马就是还喷火说这个第4章的海报里头啊，他有讲说割裂封困。那画面当中还出现了3架歼20的战机伴飞，还有2艘驱逐舰护航。那马脚下面是解放军的075型的2栖攻击舰海南舰。好，这有个讯号出现了，就代表说这一次南部战区也有派出兵力来参加演习。好，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断的在秀他的军事肌肉。那现在央视之前，我们昨天也特别讨论到说，有这个无人机看台北的这个画面之后，这个中国大陆这边还公布了一个15秒的影片。好，我们看到这画面说是声称解放军无人机视角下的台湾省。好，这画面蛮模糊的，而且呈现的是黑白。好，所以有很多人也很关注说这到底的真实性是如何，或者是到底怎么样拍的，也是在网络上蛮多讨论的。好，那中国疑似开发卡车的电磁弹射系统。那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军媒The War Zone 的报道说，在中国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附近，至少有4辆8轮卡车沿码头在排列。那后方还搭载着类似 FH-97型的无人机，疑似形成了模组化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利在无跑道地区发射重达2吨以上的无人机。所以要提升的就是解放军在太平洋岛链的作战能力。所以我们说中国大陆现在非常希望能够突破第1封锁。那中国这边其实也被美国的军媒报道说，他们的海军已经在最先进的055型飞弹驱逐舰上面完成了新型的极音速反舰弹道飞弹的鹰击20的定型测试。好，这意味着共军呢所谓的航舰杀手将不再只是受限在陆地发射，它是可以随舰队深入到太平洋。那对于美军的航舰战斗群更是构成了难以预测的威胁。好，所以现在军事实力确实是一直不断的在跃进当中。好，甚至现在也有人说嘛，中国大陆的解放军计划在2035年前要拥有9艘的航空母舰，那可能在西太平洋部署航舰的数量上面就会超越美国，那甚至也凸显北京加速军事建设的一个野心。好，我们看看美国这边的想法是如何这个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舒加特他觉得美国的这个海军目前在造航舰的周期是4到5年，但如果解放军真的在未来10年建到了6艘航舰的话，那就等于是平均每20个月就会有1艘新航舰来开工。那这速度被认为是很快很快的。好，那美国到底关注什么呢？很多人说其实这次看得出来这个川普对中国大陆轻轻放下Nothing to worry。 好，昨天他有特别给大家看他也说不相信习近平会犯台啦，他也不担心局势，说过去中国20几年来一直在台海地区举行了海上军演，甚至有的军演比这一次的规模还大。所以你看他轻轻的放下轻描淡写的。好，但也有人很担心瑞士新苏黎世报认为美国针对了委内瑞拉的行动，其实反映在我们第1岛链这边就是让中国未来可能对台动武提供了辩护的口实。好，主要就是因为中国目前仍然在演练的事情，美国却已经在委内瑞拉付诸了实践。那川普毫不犹豫的演示这个希望推动委内瑞拉政权的更替，那他将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洛视为毒贩跟恐怖分子。那在习近平眼里赖清德无非就是一名分裂的分子。好，所以是不是有类似映照的这个状况呢？好，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参议院军委会主席
哦，现在跟台湾喊话希望我们放下党派分歧，要挺国防，说没有时间浪费了，必须要赶快支持赖清德提出的国防特别预算。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状况还需要让美国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好，我们看到一开始，也就是解放军很多人认为这个共军的军演是不是还在进行当中，还是蛮多人有疑问的。我们先问舰长。其实我们从上一次海峡雷霆的这个军演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没有获知正确的结束时间。那这次应该也是如此啊。那我们从星期一所看到的这个飞临台北盆地，也就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辨识101的这一个建筑物的这一个影片啊，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以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疑似可能或许是的这一个新竹空军基地的话，其实他们在强调的叫做信火合一，也就是信息跟火力其实是合一的。那我这一次呢，其实为什么我没有做出这个可能会飞越台湾上空的这个图呢？可是我做了另外一张，也就是有关于这一个火箭弹的部分。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2025的这一个军力报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短程飞弹也就是逐渐的数量在减少。为什么？因为其实他用了 PCH-191来替代啊。那有关于这一个055万吨驱逐舰呢，那现在大家讲的这一个就是鹰击20啊，其实当初它没有规定，它还没有公布型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它发射了。那我们刚刚如果看到它发射的这张照片的时候，这个影片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是冷射。什么是冷射呢？也就是它先弹射出来。弹射出来当然不是用弹簧啦，它是用那个微量的炸药把它炸出来之后呢，弹出来之后它再点火，那这样可以减少它的一个发射箱的高温的部分，因为实际上来讲它是要到突破大气层的，那也就是它在这个大气层边缘飞行的时候，它要有足够的推力，但是这个推力可能会一开始在 booster 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伤害到它的那个发射臂的部分。不过我们来看下一场战争，真正决战的是什么？决战的除了网络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电磁频谱的部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一个有关于这个就是以卡车作为这个弹射的系统的，其实它的位置在这里啊。可是它放了3样东西在这边，第一个也就是076的2栖攻击舰也在这个沪东中华造船厂这边，另外还有中达79，其实它是分散式的杀伤式载台。那我们看这刚刚看的那张图，也就是上面的这一个部分啊，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FH-97的这一个无人机，可是还有另外一张照片啊，它是在沙漠里头。那这个沙漠里头，以前我们就看到解放军经常在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各种的测试，然后同样以类似的无人机的机型在这个位置上。那在这个位置上，那我们怎么确定它弹射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弹射钩。那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它弹射的重量是小于2吨的，那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无人机。可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要特别的把这一个中达79这一艘拿出来看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模组化的一个产物啊。那在这个产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解放军的发展，它已经朝向模组化，而且它正在我们刚刚讲的沪东中华造船厂测试所谓的 data link 的部分，它在那个区域，它不在海上测试，也就是无论是我们刚刚讲的模组化的商船，或者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076两栖攻击舰，它一并测试的时候，其实展现的实力，我觉得美国应该相当有感。